各位兄弟姐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鹏。很多人在家里面做红烧肉都认为特别的复杂，总是做不出饭店里面的味道。今天我在这里就给大家分享一下红烧肉的正确家常做法。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色泽红亮，而且肉质细腻，吃着肥而不腻，特别的好吃。最关键的是做起来就非常简单的。好了，接下来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首先我们准备1斤新鲜的五花肉，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要尽量的选择五花3层的，这样的五花肉红烧起来特别好吃。我们将五花肉清洗干净以后，接着先给它改刀切成大厚片，然后再将它改刀切成小块。我们在切之前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给它冷冻一下，这样子改刀出来更加的方正。但是我们在家里操作的话就没有这么多讲究了。另外我们在切的时候也要尽量的把它切的均匀大小一点，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在后续烹饪中每一块都可以均匀的受热成熟和软烂入味。我们将猪肉全部的改刀切好后，接着先给它装在盘里面备用。下一步我们再准备一些配料，准备适量的鹌鹑蛋。我们起锅烧水，把鹌鹑蛋直接的冷水放进锅里面给它煮一下，水开以后再转为最小的火给它煮大概15分钟左右。趁着这个时候我们再准备生姜1小块，将它改刀切成薄片。然后再准备小葱少许，把它改刀切成长段，切好后先给它装起来，然后再往里面再添加几颗大蒜，还有八角2个，香叶几片，最后再往里面再添加几个干红辣椒。就这样，这个炖肉的红烧料就准备好了，接着先放开一旁备用。然后再将剩余的葱叶把它改刀切成小葱花，切好以后给它单独的装起来备用。现在的鹌鹑蛋已经是煮了15分钟了，接着用漏勺把它控水捞出来，然后再立刻的给它放到冰水里面浸泡起来。我们将鹌鹑蛋彻底的放凉以后，接着控水捞出来，然后在上面再扣上一个碗，把鹌鹑蛋摇晃一下。经过摇晃以后，可以让鹌鹑蛋更好更容易的剥壳。我们在剥壳的时候需要注意，尽量的不要把鹌鹑蛋给弄破了，用手给它轻轻的把蛋壳剥离下来。我们将鹌鹑蛋全部的处理好后，接着先放开一旁备用。下一步锅中烧水，然后再把五花肉放进锅里面，把它焯水一下。下锅以后用锅铲把它轻轻的推动一下，让五花肉在锅里面均匀的受热。另外焯水的时间不需要太久的，大概焯水个2分钟左右，把猪肉焯水至定型就可以了。我们将五花肉大概焯水个2分多钟以后，接着把它控水捞出来，然后再重新起锅下少许的油，油热以后将五花肉放进锅里面给它翻炒一下。我们开小火给它持续的慢慢的煸炒，将五花肉里面多余的一些油脂煸炒出来。这就是为什么饭店里面做出来的红烧肉吃起来总是肥而不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了。我们将五花肉给它持续的不停的翻炒，把它炒至微微的金黄焦香，把它里面多余的一些油脂煸炒出来，接着先给它盛出来备用。接着锅里面剩余的油，我们再把鹌鹑蛋放进来，然后再继续给它小火慢慢的煎炸一下，把鹌鹑蛋给它炸至微微的起虎皮。我们将鹌鹑蛋给它炸至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接着先给它盛出来备用。下一步重新起锅下油少许，然后再添加少许的冰糖，开小火给它持续的翻炒一下，把冰糖炒至融化，然后再炒至香油色，最后再继续的把它翻炒至枣红色，然后再把炒香过的五花肉放进来，再立刻迅速的把它翻炒均匀，将五花肉翻炒至上色。
把它翻炒均匀之后，我们再把姜葱还有大料添加进来，再继续的开小火，把它不停的翻炒一小会，把姜葱和大料翻炒出香味。炒出香味以后，紧接着我们再往里面添加一罐啤酒。我们在炖肉的时候添加一罐啤酒，不但可以软化肉质，而且还可以去除食材的一些腥味。接着再往里面添加一点点的老抽，增加颜色。然后再扣上盖子，等到水开以后，再转为中小火，给它先炖煮20分钟。我们将五花肉炖煮20分钟以后，打开盖子，然后再把里面的一些姜葱还有大料挑出来。挑去姜葱以后，我们再将剩余的鹌鹑蛋放进来。下面开始调味，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还有一点点的鸡精，再添加少许的蚝油，还有一点点的生抽。调味以后，再继续的扣上盖子，用小火给它焖煮大概10分钟左右。焖煮10分钟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可以看得到现在的汤汁也所剩不多了。下面我们开始进行收汁，开中大火把锅里面的汤汁收至浓稠，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就特别的好吃了。亲爱的朋友们，拍摄不易，看到这里了。如果觉得我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那么就麻烦您对屏幕帮个点赞呗。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在这里感谢您了，感谢你们长期来的支持和鼓励，真心感谢了。我们开大火给它持续的翻炒一下，把锅中的汤汁收至浓稠，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哇，这颜色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而且闻起来就特别的香。最后我们将它关火，出锅装盘，然后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就这样，这道非常好吃的家常红烧肉就已经做好了。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的红烧肉，颜色红亮，而且吃着肥而不腻，还特别的入味好吃。就算是汤汁拌饭，相信你也能吃上一大碗。而且它的做法做起来也非常简单的，我们在家里就可以轻松操作。这道菜如果喜欢的一定要收藏起来，改天给家里人也试做一下。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关注我，关注天天相见厨房，我是阿鹏，我们下期再见，拜拜。